魏无羡认真的思考了一会儿，道：“算了算了，正事要紧，看兔子不急于一时，下次来姑苏再看不迟。”蓝忘机神色微动，点头道：“好。”藏书阁就在玉兰花树的一侧，被烧毁后新建不过10余年，但大抵是有蓝家书香底蕴熏陶在，竟也有种历史的厚重感。蓝忘机走到藏书阁前，指尖灵光闪烁，解开了藏书阁的禁制。魏无羡最后看了一眼树上系的红色长绳，只觉得一阵莫名熟悉，但藏书阁已经开放，他不再细想，跟在蓝忘机身后进了门。府一进门，魏无羡便觉得哪哪都透出熟悉之感。说蓝家迂腐，不如说是守旧严谨，陈设多年不变。魏无羡环顾四下，只觉得藏书阁与10几年前他在蓝氏求学时并无二致，连桌上花瓶里插的雪白的花也一如往昔。他一时恍惚，还以为自己回到了10几年前，当真亲切。魏无羡顺着阶梯走上2层，眼前一亮，道：“蓝湛，你记得这儿吗？当年我就是在这里把那2只兔子送给你的。”他指着一扇闭合的百叶窗，窗外是簇簇开的正好的玉兰花，那根红色的长绳正随风飘扬。蓝忘机点头道：“嗯。”魏无羡一边回忆，一边坐到蓝忘机当时坐过的位置，美滋滋道：“当年我看见你坐在这儿，腰板笔直，一本正经的，别提多别扭了，忍不住就想干点什么逗逗你，哈哈。”蓝忘机无奈的摇摇头。魏无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不是很喜欢那2只兔子吗？你别看那2只兔子小，我在后山抓了好久呢。2只还非得一起走，我抓了特别闹的那只，另一只说什么也要跟上来。”他一边回想，一边觉得有趣。其实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，说是赔礼，也不过是想找个理由招惹蓝忘机。魏无羡看着2只兔子依依不舍的一定要共患难，只觉得一阵新奇。接着就情不自禁的去想，如果蓝忘机看到了会有什么反应。他想把自己遇见的有趣的事也分享到蓝忘机的生活里去。蓝忘机道：“那2只兔子后来也是在同一天去世的。”魏无羡挑眉道：“哦，那还真是感情深厚，难得难得。”他维持了一会儿端坐，此刻又不老实起来，整个人向后仰去，长长的发与鲜红的发带一同垂下去，又是一个不成体统的坐姿。我在这里罚抄的时候，我们还差点在那儿打起来过。魏无羡故作可惜地摇摇头，可叹韩光君动了那么大的火气，最后我却跑了，没处撒气。蓝湛，你是不是憋坏了？蓝忘机道：“是你不守规矩，我并非动气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是啦，要我好好的守规矩，那真是比登天还难了。”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扭头对蓝忘机道：“不过韩光君，你也犯过禁的吧？”蓝忘机身形一僵。魏无羡道：“没有。”“不可能吧？”蓝忘机道：“有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这才对嘛，你们家那么多条家规，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一条都没犯过？我还记得当年就在这个窗口，你还偷偷看过我呢。”他撑起身子，盘起腿，道：“这么关注我，你是不是？”蓝忘机的目光凝滞了。“什么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是不是很早就想跟我交朋友了？”蓝忘机一愣，魏无羡却以为他是默认了，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我也很想跟你做朋友的，就是每次凑上去，你都要给我一张冷脸，说话都要以不字开头，让我好一阵伤心呢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以后不会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我就随口一说，你那么认真干什么呀？好吗？我知道你没有恶意的，不守家规的是我，你看不惯也很正常。”蓝忘机还想再说什么，魏无羡却已经把目光投注到一侧的书架之上。“时间不多，我们开始吧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手伸向一卷书籍。7日后，魏无羡停下了手中的笔，将最后一张图纸扔到一边。蓝忘机在空中截下图纸，将它放在一边码得整整齐齐的书山旁。7日来，他一直在重复相同的动作，于是难得魏无羡的身边是干净整洁的，查阅的资料、失败的符咒、有所进展的尝试，全都被分门归类放好，堆积成3座小小的山。写完这最后一章，魏无羡摔下笔，仰头向后倒去，蓝忘机伸手在他后颈处护了一下，故而倒下去并不疼痛。魏无羡扑哧一笑，
道：“蓝湛，你这是作甚？这样你的手倒要被我砸疼了。”蓝忘机道：“累了就去休息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不累，我怎么会累？倒是你一直陪着我，也不去休息。蓝湛，你累了吧？”蓝忘机道：“正事要紧，无碍。”魏无羡躺在地上侧过身，歪头去看蓝忘机，道：“那好，现如今正事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蓝忘机接过话尾，我去找兄长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不用麻烦泽无君，我有办法。”蓝忘机问：“什么办法？”魏无羡挑着自己的发带转了2圈，笑道：“摆凤山围猎。”蓝忘机微不可察地僵硬了一瞬，接着明白过来，点点头。